为什么泰国、东南亚这边的市场已经成为了很多项目交易所、加密行业他们眼中的非常好的新市场？然后我们现在就去活动场地啊，它这个活动场地其实离市中心还蛮近的。Thank you so much. Excuse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那我现在人在泰国曼谷的一个加密活动现场。那这场活动呢是由 BitGo 跟 Bitcorp 联合举办的一场加密活动。今天呢就带大家亲身的体验一下当地的加密交易所，让大家看一看就是东南亚曼谷这边的线下加密活动的情况。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应该是 BitGo 的这个办公楼，一共2层，很适合开一些线下活动。我找到了那个 Word 的扫描仪，我把镜头拉过去，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等这个会开始，它这个会是4点钟。你可以看到，就是泰国这边办活动，它这个食品其实是蛮丰富，给大家分享一下。Excuse me, as water.今天呢，也会把一些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及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 VIP 邀请制活动背后的3家主办方 BitGo、Bitcorp 和 Figment， 他们分别代表了 Web3 加密市场的3大关键领域：资产托管、加密交易所以及质押基础设施。为什么泰国、东南亚这边的市场已经成为了很多项目交易所、加密行业他们眼中的非常好的新市场？而泰国又为什么会悄然成为全球加密机构新一轮战略布局的重要地区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 BitGo。
它可能对散户投资者来说知名度不高，但如果你做过项目，或者是跟机构资金打过交道，那一定听过它的名字。BitGo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机构级加密资产托管平台之一，被誉为区块链世界里的私人银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加密世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而 BitGo 正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它成立于2013年，主要通过多签钱包和 MPC 技术，确保客户加密资产的安全与高效的管理。BitGo 的核心业务呢，可以简单理解为3个方面：资产托管与钱包服务，提供安全可靠的冷储存与热钱包解决方案，满足机构用户严格的合规标准；交易与结算服务，协助机构客户进行安全、快速的加密资产交易和清算；资产增值服务。近年来BitGo 还拓展了质押业务，让客户在安全托管资产的同时实现资产增值。BitGo 到底有多强呢？我给大家几个数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截止2024年，BitGo 管理的加密资产规模呢，已经超过了640亿美金。全球约20%的比特币链上交易价值由 BitGo 处理，服务超过1500家机构客户，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全球70%的头部加密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都选择 BitGo 的托管业务，其中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块链投资基金之一的 Pantera Capital， 以及由华尔街传奇投资人 Mike Novogratz 创立的全球知名加密资产管理公司 Galaxy Digital 等顶级机构，甚至还有一些传统金融领域的巨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一家国际资管公司会把目光转向泰国呢？在我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随着美国 SEC 监管逐渐严格，全球机构资金正在寻找更加友好、更灵活、更具增长潜力的市场，而东南亚，尤其是泰国，正好满足这些需求。近几年，泰国的监管框架逐渐清晰，政策稳定，再加上完善的本地银行系统与支付设施，对于寻求安全加合规的机构资金来说，无疑是理想的新市场。所以当 BitGo 选择与本地交易所 BitCorp 联手时，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号：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将成为未来机构资金流向和托管业务的新中心。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 BitCorp。如果你曾经在泰国或者是东南亚接触过加密项目，那你对这个品牌一定再熟悉不过啦。BitCorp 成立于2018年，是目前泰国规模最大、最合规的本地交易所。它也是整个泰国地区区块链生态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根据公开的数据呢， BitCorp 在泰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90%。2021年甚至创下过单日交易量超过45亿泰铢的记录，这足以看出 BitCorp 在本土市场的强大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呢， BitCorp 它不仅仅只做交易平台哦，他们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他们围绕着交易所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本地区块链生态圈。首先是 BitCorp Chain， 这是泰国本土重要的区块链网络，已经孵化了多个本土的 DeFi 和 NFT 项目。其次是 BitCorp Academy， 专门提供区块链教育课程，帮助普通的用户快速入门区块链，降低区块链入门门槛，让更多泰国人真正参与进区块链的生态。另外他们还有专门投资 Web3 创业项目的 BitCorp Ventures， 积极支持有潜力的本土团队成长。可以说BitCorp 几乎覆盖了整个 Web3 产业链。那么为什么 BitCorp 选择和全球资管巨头 BitGo 合作呢？在我看来原因其实很明显。BitCorp 拥有大量稳定的本地流量和成熟的合规市场入口，而 BitGo 呢，则拥有机构资金的托管技术和全球客户资源。双方这次联手很明显是在共同打造一个机构资产到本地用户的全链路闭环。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Figment。Figment 是全球领先的独立质押基础设施提供商，它专门为机构客户提供链上资产的质押服务。它
它管理的质押资产规模呢超过150亿美元，客户布遍全球23个国家，服务着超过700家机构。那这个 Figment 到底帮机构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很多机构手里面呢都会握着大量的加密资产，比如像比特币、以太坊之类的主流加密资产，他们想获得稳定的质押收益，但是呢自己搭建节点和管理设施呢又非常麻烦。Figment 就帮这些机构呢提供完整的一站式质押服务，包括节点的搭建、API 接口管理、报表分析、收益透明，确保机构资产安全又高效的实现增值。那为什么像 Figment 这样的全球机构质押服务商也开始关注泰国市场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东南亚机构级质押需求正在快速崛起，而泰国正好处于这个阶段的交叉点。一方面泰国拥有大量对加密资产感兴趣的本土高净值用户，另一方面作为 Web3 创业者和外部资金涌入东南亚，越来越多机构正在寻找稳定、安全、合规的质押服务。质押不再是链上的收益工具，它已经成为机构进入 Web3 的第一道门槛。就像 Figment 这样的质押服务商，也在泰国提前布局新兴的质押市场机会。大家其实可以把 Figment 想象成帮机构收利息的服务商。以前这些服务主要在欧美，但现在资金正在往东南亚跑，泰国就是又有本地市场，又有外部资金的完美结合点。这里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大家千万不要再小看泰国了。很多人呢对泰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旅游国家、海滩、按摩、便宜的消费，但实际上这几年泰国正在经历一场低调而深刻的经济转型。泰国政府明确将金融科技、AI 和 Web3 等数字产业列为国家级战略重点，同时还推出了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 DTV 数字游民签证计划，吸引全球科技、金融人才来泰国定居、创业和生活。换句话来说泰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 Web3 和金融科技的创新高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像 Figment 这样专注于机构级基础设施的服务商，自然也会提前卡位布局。我们上面讲了那么多内容， Bitco、Bitcorp、Figment 3家机构的联合动作，在我看来其实释放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加密行业信号。第一，全球机构资金正在加速进入东南亚，这种趋势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机构的加入意味着未来这里的市场资金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会大幅提升。第二，本地合规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要。相比一些监管频繁变动的国家，泰国的政策明确稳定，监管清晰，同时金融支付系统也非常成熟，政府态度开放，多重优势对于机构、平台、项目来说，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加密市场眼中的理想试验场与中长期资产配置地。第三，整个东南亚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无论是交易所、质押节点服务商，还是正在寻找出海增长机会的加密项目方，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已经不再只是未来机会，它正在成为下一个能落地、能增长、能盈利的战略市场。越来越多华语用户、团队、项目方都开始关注东南亚这块市场了。很多原本只是炒币的朋友，最近也开始问我，泰国能不能注册公司有没有靠谱的社区活动资源？这边的用户怎么购买加密货币？甚至有人问我，我是不是该把团队搬过来呢？如果你正在关注华语与东南亚的加密市场，或者想了解区块链最新的资讯和有价值的内容，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哦，打开小铃铛。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喜不喜欢这期影片呢？好啦，我是 Vicky， 我们下期见，拜拜。